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神谕卡或者说宇宙啊，在当下给到你们的一些感情层面的建议和指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8啊，你们可能困在了一段关系的执念里边，久久无法走出来，或者说在一段感情或者说关系当中，你们的性格比较的倔强或者说要强，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感觉。就是说一段关系一旦你们陷进去以后，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或者说答案，但是呢这种心态会让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执念把你们困住。宝剑8的话，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感情里边可能总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总是容易过度付出或者说过度牺牲，导致沉没成本过大，无法自拔，覆水难收啊。所以说你们可能在感情里边，在一段关系里边啊，这个宝剑8我的感觉也是总是在压抑自己啊，习惯性的压抑。而且呢 Mercury retrograde 啊，水逆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里边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长期的水逆的，可能是在某段特定的关系里边有着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可能也是现实层面的阻力啊，两个人是异地，或者说有着阶级层面的差距，这种阻力会让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感到有一点绝望，但是你们又不想要放弃这种关系，所以说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里边。那我们抽到的这张 Third House 啊 Messages， 它是第3宫啊，就是说和某个特定的人啊，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可能是有问题的。这是一张建议牌，就是在感情里边需要特定的频率去和彼此深度的沟通，了解对方，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误解，或者说两个人慢慢的就会渐行渐远。可能说接下来会有一个深度的沟通，让你们和一个人的这种误会澄清啊。可能说这个难点就是谁去发起这个对话，你们两个人可能处在一种冷战或者说僵持的状态里边，谁都不愿意去发起这个对话，但是两个人可能又想要去拥有这样的一个深度对话和沟通的机会啊，就是两个人都在等一个合适的契机把话说开。而且你们是那种很容易会在一段关系里边过度反思自己的类型。其实自我反思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能够让你们及时的找出问题所在，但是如果这种反思是过度的，那么你们就会在一段关系里边逐渐的丢掉你们的自我和棱角。当你们的自我和棱角渐渐的被磨损之后，你们身上的那种个人魅力也会随之而消退。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Word of Course More Missing 啊，它就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断崖式的关系，就是对方突然的失去了联系啊，或者说突然的这种激情在消退，突然的消失，或者说可能是在一段关系里边有一个人会把自己藏起来，在逃避问题啊，或者说在回避一些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都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却无力解决，缺少一种解决问题的勇气，也可能是有心无力吧。那么这张 Force 火星它带来的是一种强制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你们要去发挥在一段关系里的主观能动性，就不要等着问题被解决掉，而是主动的去解决问题，不要让这个问题发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于你们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问题无法解决，而是缺乏一种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不是在那里等着问题自己被解决掉，起码你们会展示出自己要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这个 Force 其实我们以往在占卜里边强调的那种顺其自然，但是在这组牌里边呢，它这张牌啊，就火星它带来的 Force， 它是有一种不认命的感觉在里边，就是你们要突破命运对你们的束缚，突破在命运当中给你们安排的那种结局，就是主动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它是有一种逆天改命的感觉啊，就是依靠自己内心的信念让结局发生变化。所以说有的关系啊，可能说在这组牌里边似乎有的关系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性，
看起来他走到了死角和僵局，但是死马当活马医，你们在感情里边的某种偏执，也许会成为一段关系里边的转折，就是能够扭转一段关系的走向，甚至是结局啊。这个白羊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你们要在一段关系里边要自信一点，要有自己的观点、态度、鲜明的自我。你们的自我越强大，你们在关系里边的精神内核就越稳定，而你们的精神内核越稳定，你们在关系里边就越不容易产生这种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一段关系稳定的前提是你们自身的情绪要稳定。如果说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的情绪不稳定啊，总是在患得患失，或者说畏首畏尾，那么一段关系它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动荡的变化趋势。那么这张 Lunar Eclipse 啊，月食啊，它带来的这种变化呢，其实是非常微妙的啊，不易被察觉的。就是你们会感觉到对方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在这种细微的变化的背后，就是有一些事情在瞒着你们。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这种第六感，能够帮助你们提前的觉察到一些危机。我觉得对应到这张牌，可能也是在提醒你们，就是说，如果你们感觉到，对方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你们，你们可能需要去突然的抛出一个话题，去试探对方的反应。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们要相信自己在感情里边的直觉啊，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的直觉和洞察能力，能够让你们及时的、提前的发现在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才能够及时的去应对它，而不至于被蒙在鼓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这组牌里边出现了一张宝剑骑士啊 ，Knight of Swords 啊，就是在你们的世界里边可能有这么一个人，他是需要你们去主动的去追逐他的，或者说因为这个人有一个需要你们去追赶的人，这个人他可以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己，他是一个值得你们去让你们变得更优秀更好的一个人，因为他本身也很优秀啊，他一直都在前面，他是一个非常目标明确的有着自己的某种理想和追求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存在呢，其实不是说就是你们的目的是追上他或者说怎么样，而是通过这个人能够让你们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就这个人的存在，他能够成为你们内在的一种精神层面的驱动力。那么这个人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啊，那么他的存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话，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转变，就这个人的存在，你们并不是为了追上他而去做出的改变，而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让你们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就是说，他是你们变成更好自己的一个精神层面的助力，就是会让你们把关注点重新放回自己身上，能够帮助你们构筑一个更加稳定自信的精神内核。不是为了谁，其实本质上是为了自己，为了通过某个人而变成更好的自己。一旦你们能够拥有这种心态的话，提升自己的心态，那么这段关系它将会升华。如果你们不断的暗示自己要追赶对方，要追上对方的脚步啊，很容易在心态上面去失衡，或者说在心态上面有仰视对方的感觉。一旦这种心态失衡，或者说关系失衡，那么可能会阻碍你们身上自己魅力的一种释放。那么这张Sharon 凯龙星啊，它带来的是一种疗愈啊，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可能在一段关系里边曾经遭受过某种创伤，或者这组牌的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某种原生家庭的不幸给你们带来了很严重的心理层面的问题。所以说你们未来要找的这个人，或者说在一段关系里边，这个人一定是要能够疗愈到你们的人，这个人能够弥补你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某种创伤，或者说弥补你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某种遗憾。你们应该带着这样的一种标准去筛选啊，不要让你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原生家庭的某种问题在亲密关系里边重蹈覆辙啊，这也是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们的。所以这张牌呢，我觉得可能你们未来筛选正缘的一种方式，就是看它能不能疗愈到你们，能不能治愈到你们，能不能给你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啊。
并且呢，这张牌我觉得也是在暗示啊，就你们在感情当中的阻碍或者说不顺利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有某种心结没有被打开，这种心结带来的遗憾和创伤没有被疗愈，所以你们在感情里边很容易会受到伤害，很容易被扎，或者说一些错误会不断的重蹈覆辙。那么第二张牌是 I think，就是提醒你们不要恋爱脑啊，时刻保持一种清醒和理智。如果说一个人让你们特别上头的时候，那么就要冷静下来，提醒自己注意风险，因为一旦你们上头的话，可能会做出一些会让你们感到后悔的冲动的决策。这个 I think 啊，就是说双子座它还会涉及到一种同性之恋，就可能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喜欢同性的啊，这种性取向和绝大部分人不一样，这个时候会给你们造成一些困扰吧，就是有的时候让你们在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我觉得你们是需要找到一些同类的，需要找到一个集体啊，一个群体和你们拥有着相同的认知和性取向，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找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够让你们重新恢复自信。第三张牌 Friends 啊 ，Friends 这张牌呢，它有一种暗示，就是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可能是从朋友升华到恋人的，它是一种友谊之爱，就感情里边的这种友谊会升华成为爱情，它会就是说有友谊升华的爱情，它更容易能够维持一种长久的稳定。在激情消退之后，你们两个人依然愿意彼此选择陪伴在对方的身边啊，这种陪伴的能量的升起，或者说这种友谊之爱，它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它更像是经历了长久的彼此的了解之后，你们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要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是什么。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才不会对一段感情拥有过高的期待，更像是平平淡淡的相处才能够彰显出一段关系的珍贵之处。两个人既懂彼此的语言，也懂彼此的沉默，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说这张牌我觉得它给到的一个指引就是不要去追逐某种激情，你们真正要的是一种长久稳定的关系。所以 Friends 的话，如果你们喜欢一个人啊，把他当成朋友一样慢慢的考察他，和他相处，更容易让你们拥有一段圆满的关系或者说感情。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Taurus I have，金牛座的话，我觉得一方面你们在感情里边是有着很强的韧性的，你们的感情观非常的笃定啊。一般拥有金牛座的这种土象特质的人，在感情里边都是比较深情的，你们可能会长时间的陷在某一段关系里边难以自拔。金牛座的话，它另一个层面也是在告诉你们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要先拥有某种扎实的现实层面的基础。你们的自我提升永远是最重要且最关键的。在感情里边，你们拥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的基础之上啊，这个感情它相当于是锦上添花啊，并非雪中送炭，就注重于基础的物质层面的建设。这组牌的感情或者说事业，你们一定要打拼自己的事业，让自己不断的变得越来越优秀，你们在感情当中才能够拥有一种主导权，或者说在感情里边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么这张牌 Mercury Mind， 思想，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意识，你们的意识形态，就你们要找的是那种和你们三观一致的人。有的人他可能外表会更吸引你们，但是往往外表吸引你们的人似乎最后都没有办法长久，因为那种身体上的荷尔蒙的吸引，它是最原始最本能也最容易消退的，这种吸引它是变幻莫测的，随时都有可能消失掉。所以说真正的吸引一定是要来自于思想上智慧上能够吸引你们的人，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这种关系。所以说要找三观一致，在思想上能够形成共鸣的人。这个 mind 就是说你们要修炼一种强大的精神力吧，就是有的时候感情和你们的心态有关，和你们的精神能量有关。有的人他的精神力特别的弱，所以说就容易在感情里边患得患失。但是就是如果你们的精神能量不够强大，你们的精神内核不够强大，你们在感情里面就是会有很大的情绪的起伏和波动。你们的精神力越强啊 ，stability 啊，你们的心态才越稳定，你们才越能够拥有一段好的感情关系。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五，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近期会因为一段关系而陷入到一种整个人的情绪或者说能量来到了一个低点吧，或者说你们在感情里边是有点不太自信的，在喜欢的人面前会退缩，甚至是逃避，缺少一点勇气。就是当你们被某个人吸引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产生某种自卑情节，而不是通过展示自己的魅力去吸引对方啊。所以说你们在遇到自己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的时候，你们其实是有一点把自己包裹起来的感觉。这张牌可能是你们和特定的某个人啊，你们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们会失去勇气，可能会渴望对方主动的关注到你们啊。所以说这张牌其实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焦虑啊，可能是容貌焦虑，也可能是年龄焦虑。那么可能是因为你们没有做好这种心态方面的建设，或者说总是盯着自己的短板和劣势，结果就是不断的自我打压，导致有一点自我封闭啊。那么这个 Solar Eclipse 啊，其实你们要做的是一种心态层面的优化，或者说自我建设，因为你们其实远远比自己想象当中的要更优秀啊。但是我觉得你们总是会盯着自己的这种短板，而不是把自己的长板发挥到极致。那么这个 Cancer I feel 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你们有这种很强的水象能量吧，有很强的共情能力，或者说自身特别的感性，这就会导致你们在感情里边不够洒脱。你们会非常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或者说他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让你们过度解读啊。所以说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就是很容易会感到疲惫，或者说被消耗。而这张牌，因为你们有太强的共情能力啊，就是你们总是会过分的为对方着想，而委屈自己的感受，压抑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你们的痛苦是来自于你们不能够足够的释放自己啊，在感情或者说关系里边给自己施加了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和限制，有那么一点过分的为对方着想的感觉啊，就是会导致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总是会被消耗。第三张牌是 Saturn Return 啊，土星回归啊，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可能你们在感情里边会偏爱那种比较成熟的稳重的桃花吧，而且很有可能是你们喜欢那种年龄比你们大的，能够照顾你们的。因为刚才抽到的这张 Cancer I feel 啊，就是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很容易会自我消耗，或者说很容易内耗。所以说你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能够包容你们的情绪啊。那么这种择偶的偏好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弊端，就是你们会爱上某种不能够给你们名分和承诺的人，或者说不能够给你们结果的人。那么这种，我觉得这个土星回归它带来的一种，就是你们非常需要一个成熟的人，能够照顾你们，能够包容你们的情绪。而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边，你们可能又会处于一个低位，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里边，可能是原生家庭当中你们的父亲对你们有很大的影响，要么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这个角色是缺位的，所以你们在感情里边想要通过一段关系去弥补自己过去所缺失的某种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你们是需要，你们在内心深处是需要是有这种被呵护的需求的，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包容你们情绪层面的不稳定和敏感。当然这张牌还有一个解读，就是你们可能从小啊就显得要比同龄人更加的成熟，尤其是在感情上面，你们开窍比较早，或者说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两性关系意识的萌动啊。那么这种特质啊，可能会让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的感情经历会比较丰富，或者说你们是不缺桃花的。但是因为你们这种择偶的偏好啊，会让你们在感情里边很容易会暴露出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潜意识层面的需求感，或者说性格层面的弱点。而这种弱点的话，它会让你们的感情会比较的曲折。所以说我觉得针对于这张牌的话，你们可能是需要有意识的去关注到你们潜意识层面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如果说不断的通过另一个人来弥补你们自身在性格层面的这样的一种缺失的话，
那么可能每一段关系啊，它都是有着某种隐患存在的。那么这张 body 这个 body 第一宫啊，它可能是在感情层面上，或者说你们近期会有一个提升形体气质方面的打算，比如说减肥啊、健身啊等等的，就是说它会提升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啊，它会对你们的感情运势有一个帮助。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 the body 对应的是你们在身材啊，你们的外貌啊，可能是会有很大的优势。身材会很好，或者说你们外在的这种容貌的优势啊，其实在你们的生活里边，你们是不缺追求者的。但是这种优势它是有一点双刃剑的感觉，它既会成为你们的优势，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诅咒，因为这种优势可能会让你们吸引到很多的烂桃花，它会增加你们筛选桃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本。而 water element 的水元素啊，其实就是你们要去，一方面啊，你们要去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优势，但是你们也要明白，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啊，它会给你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要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而这个 water element 的水元素啊，就是你们是有着很强的感知能力的，就是你们能够一眼的识别到对方啊，你们能够识别出这个人。这张牌其实就是利用你们的感知能力去找到那些真正适合你们的人，因为有的东西你们靠眼睛是分辨不出来的，你们要用心去感受，用心去感觉这个人是否真诚。还有就是不要忽略你们自身的第六感，你们身体、你们的感受给到你们的信号，它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啊，你们的这种第六感。而且呢，运用你们的第六感啊，它能够帮助你们排除掉很多错误的人。而这张 Misery 啊，就是在感情上面的话呢，Misery 的话，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和盘托出，就是你们可能一旦喜欢上某个人，就容易让自己掏心掏肺，但是你们要保留身上的这样的一种神秘感，不要把自己全部都交代出去，这个有利于关系的一种长期发展。这张牌它可能也是对应着特定的某个人啊，你们和这个人的关系，可能你们是有点看不清楚的。这个人的身上，你们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很多的秘密，你们没有办法解开它，但是又被这个人身上的这种神秘感所吸引。但是呢，这个黑月莉莉丝告诉你们，如果说你们被一个身上有很多秘密的人所吸引的话，那么这种秘密有的时候也会意味着一种危险。当这个人的身上有很多的秘密的时候，你们其实要有意识的告诉自己不能够太上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 Misery 的第三种解读就是你们的身上在感情层面上，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面如果说不太顺利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自己最真实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在感情里面，不是别人不懂你们，而是你们自己不懂自己。有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看起来是在找伴侣，但是其实他找的是某种缺失的亲情，他找的是家人，他可能需要的是那种细水长流的稳定的关系。所以说你们必须要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你们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因为这个感情里边它也是有等价交换的，就是当你们想要某种特质的时候，你们就必须要放弃另外的一种特质，必须是要有一个取舍，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如果说不太顺利的话，其实某种层面可能是因为你们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一段完整的美好的亲密关系，稳定的亲密关系的前提是认识你们自己，把你们身上的那些隐秘的需求挖掘出来。因为亲密关系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够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自己，认识到内心深处的这种不易察觉的隐蔽的需求。只有当你们更了解自己以后，才能够用一种更好的心态去处理亲密关系吧。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